下过墓的都知道，尸别能把人啃成白骨，遇见剧毒的红毛大蜈蚣更得绕道走，碰上千年的金尸基本就是九死一生。但这些让人闻风丧胆的怪物，我却把他们当作一顿顿丰盛的自助餐。此时江城吴家老宅内，你脑子像要炸开一样，刺骨的疼痛从脑海里传来，陌生的记忆疯狂往里灌，足足10几分钟，你才缓过这口气。穿越了，居然是盗墓世界，是吴小邪的18岁小舅舅，正赖在吴家过暑假。没等你消化完这扯淡的现实，脑海里叮的一声脆响，叮，万物融合系统绑定，融合死物，强化自身，新手赠送5次机会，简单粗暴，你喜欢？这鬼地方危机四伏，没点外挂怎么混？这系统能让你融合死物的特性，融合钢铁就能变硬，融合火焰就能耐高温。想要活命，得先变强。你盯着花园地上一群搬家的蚂蚁，这玩意儿能举起自身400倍重的东西。如果融合了，你没废话，伸手捏死一只。系统融合蚂蚁，瞬间那蚂蚁尸体化作一股燥热的能量窜遍全身，成了。获得特性400倍自身体重力量，你现在150乘以400，6万斤，30吨的蛮力。随即你走到院子里那棵脸盆粗的老槐树前，深吸一口气，抬手就是一拳轰了上去，砰一声巨响，木屑横飞，那棵老树竟然拦腰折断，巨大的树冠轰然倒塌，砸的地面都在抖，爽，这简直才叫力量！天哪，怎么回事？动静太大，吴小邪和刚回来的吴三省一伙人全跑过来，看着地上的残肢败女，几人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潘大勇和赵大奎这种老江湖都看傻了，互相对视一眼，满脸不可置信。老舅，这风刮的也太邪乎了吧！吴小邪结巴着，想找个合理解释，你没理他那蹩脚的借口，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直视吴三省。三哥，听说你要去晋省加喇吗？带我一个。吴三省正盯着树桩断口发愣，闻言眉头皱成川字，断然拒绝。胡闹，墓里那是玩命的地方，你个读书人去送死，小邪都不准去，你也给我老实待着，谁送死还不一定。你笑了笑，指着地上那断掉的至少1吨多重的半截树干，就这玩意儿，我能把它举过头顶，这头名状够不够？你小子疯了！旁边的赵大奎瓮声瓮气道，他这体格子是队里力气最大的，我都做不到。别吹牛逼了，你懒得解释，实力才是硬道理。在所有人看傻子的目光中，你走过去，弯腰环抱住那粗糙的树干，30吨力量瞬间爆发起，那1吨多重的大家伙竟被你稳稳当当的举过了头顶，竟死一般的寂静。吴三省嘴里叼着的烟掉在了地上，赵大奎下巴差点脱臼，就连一直当背景板的那个闷油瓶张玄纪，那死人脸都居然波动了一下。可恶！潘大勇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那是纯粹被震撼到了，这还是人吗？轰！你随手扔掉大树，拍拍手上的灰，看着目瞪口呆的吴三省，三哥，现在醒了吧？吴三省看你的眼神像看惯了，半晌才咬牙点了头，那表情精彩极了。行，算你狠，既然你有这本事，那就一起。但我丑话说前头，进去了别乱跑，命是自己的。老舅牛逼！吴小邪兴奋的差点跳起来，有你这大腿，他跟着混进去的几率大增，搞定了入场券。你没闲着，时间紧迫，光有蛮力还不够保险，你居然跑去五金店买了把金刚石玻璃刀，找个没人的胡同角，融合金刚石，皮肤瞬间传来一阵紧绷感，防御力 max。现在你就是个人形金刚钻。回到老宅后院，你盯着那座废弃的大粮仓，手按了上去，融合仓库，巨大的粮仓凭空消失，成了1000立方米随身空间到手，防御、力量、储物、齐活，万事俱备，只欠夏目。次日清晨，队伍集结，你特意多看了2眼那个一直沉默的黑衣闷油瓶张玄纪，这家伙可是个挂逼，要是能搞到他的本源力量融合一下，一路无话，辗转飞机汽车，最后靠牛车才进了云雾山深处。为了赶时间，队伍决定走水路穿过山洞，上了那条破破烂烂的小船，你就觉得不对劲，那船工和赶牛老头居然贼眉鼠眼的跟上了船，眼神飘忽。嘘，进了黑漆漆的水道洞没多久，闷油瓶突然出声示警，下一秒平静的水面猛地炸开，巨大的黑影扑腾起来，什么鬼东西？赵大奎吓得差点软倒，探照灯乱晃，是尸别，脸盆那么大，黑压压一片，成群结队往船上跳，小心别被咬到。吴三省举枪就射，砰砰作响，混乱中一只漏网的尸别居然顺着你的腿爬上来，对着你小腿狠狠就是一口，咔嚓，居然是牙齿崩断的声音，那玩意儿疼得滋哇乱叫。老舅，吴小邪急红了眼，抄起工兵铲就往你腿上猛拍，当一声脆响，火星四溅，工兵铲都震麻了，那只尸别被拍成了碎片，可你的裤腿连破都没破，皮肤上顶多也就居然连个痕迹都没起。这吴小邪彻底傻眼了，这是人腿还是铁柱子？没空解释你的金刚不坏之身，你猛地扭头，目光如电盯着船尾吼道：“那2个老家伙要跑！”只见船工和老头正准备跳水逃生，被你这一嗓子吼住，2人吓得浑身一哆嗦，脸色惨白。这俩货身上带着湿气，尸别根本不咬他们，这是想把你们困在船上，然后谋财害命，岂有此理！找死！潘大勇和赵大奎反应过来，怒火中烧，气势汹汹地堵住了2人的去路。就在这时，轰隆隆的巨响从洞的深处传来，吴三省脸色骤变，糟了，上游暴雨，发大水了！滔天的洪水瞬间填满了整个洞穴，小船瞬间倾覆，你们几人像饺子一样被卷入激流，七荤八素地冲向黑暗深处。等你再冒头呛咳着爬上岸，发现被冲进了一个封闭的死溶洞。嗨嗨，都没事吧？吴三省打开防水手电，四处打量，周围全是湿漉漉的岩石，没有出口，空气越来越稀薄，完了，没路了，都要死在这儿了。赵大奎心态崩了，抓着那个倒霉船工的领子就要揍人撒气，绝望的情绪在蔓延。就在这时，一直没吭声的闷油瓶突然走到一面看起来毫无异样的石壁前，他伸出2根齐长的手指，猛地发力，闪电般插了进去，噗呲，就像插进一块豆腐里一样，坚硬的岩石瞬间被洞穿。小哥，你干什么？老舅，那家伙还是人吗？2根手指头就把石壁戳了个对穿。吴小邪这一嗓子把你从沉默中拉了出来，发丘指练到顶级的，这世上没啥捅不穿。吴三省盯着那2个洞，脸色难看，这手艺早失传了，他到底神妖路子？张家人，你冷冷回了一句。张玄纪，东北张家最后的族长，这身手
对他来说是机操。张玄纪手指一抽回来，石壁那头立马灌进来一股阴风，吹得人骨头缝里发冷。有风那就有路。吴三省眼睛一亮，几步窜到石壁前，伸手一摸，眉头又锁死了。路是有，但这石壁硬得跟铁一样。小哥的发丘只是厉害，但也只是戳2个洞，人要是想过去没戏。三爷，我力气大，我来开山。赵大奎一看表现机会来了，抄起工兵铲就往上冲，砰砰砰，火星子直冒。赵大奎砸得脸红脖子粗，气喘如牛。再看那石壁，除了多了几道白印子，纹丝不动，这简直也太硬了，根本砸不动啊！赵大奎把铲子一扔，泄气了。吴三省转头看向你，眼神里带着期待。阿莫，你力气比大奎猛，要不你试试？你不废话，点了点头，走到石壁前，深吸一口气，右拳瞬间绷紧，猛地轰出，轰隆！这一下简直就像在山洞里放了个雷。以你的拳头为中心，石壁上瞬间炸开一片蜘蛛网一样的裂缝，密密麻麻向四周蔓延。后面跟着的船工和赶车老头看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一拳要是那是打在人身上，立马就得重伤。刚才居然还想打这狠人的主意，两人脸吓得煞白，腿肚子转筋，扑通一声坐地上了。我去，阿莫你这还是人吗？这力量也太变态了！吴小邪惊的下巴差点掉地上，纯肉身力量。潘大勇也是一脸见鬼的表情，他知道你力气大，但没想到大到这种非人类的地步。赵大奎那点力气跟你比，连提鞋都不配，就连一直跟个闷葫芦似的张玄纪，此刻也侧目看了你一眼，那万年冰山的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好小子，扛得够深啊！吴三省大喜过望，再来一下，墙就废了。你没吭声，抡起拳头又是一下，轰！坚硬的石壁彻底扛不住，轰然坍塌，露出后面一条黑黝黝的通道。这就是融合了金刚石的效果。你的身体现在就是最硬的武器，什么工具都比不上你的拳头。走，你扔下一个字，率先踏进通道。刚走没几步，熟悉的系统音在你耳边炸响。叮，宿主已抵达古墓范围，触发任务，完整探索王禅墓。系统将根据击杀、探索度、伤亡率、耗时进行综合评分，保底奖励一次融合机会。来活了，这里头埋的居然是王禅，那个通晓天机、奇门遁甲的祖师爷。希望别像三叔担心的那样，早被人掏空了。鬼，有鬼啊！队伍后头突然传来赵大奎凄厉的嚎叫，这货吓得一屁股瘫在地上，指着头顶直哆嗦。你抬头一看，探照灯光柱里，一具穿着白衣服的尸体正挂在半空中晃荡。没出息的东西，一具干尸就把你吓傻了，连2个新手都不如！吴三省恨铁不成钢的骂道：“再乱叫就给老子滚回去！”赵大奎这才闭了嘴，爬起来缩在队伍最后面，越往里走，头顶挂着的尸体越多，跟风铃似的。这些都是陪葬的吧？古代人真狠，这么多人命就这么没了。吴小邪看着那些尸体，一脸不忍，这算个屁！吴三省冷哼一声，用特殊手法做成金童玉女，那才叫狠。小邪，你这才哪到哪？以后见多了就麻木了。又走了一段，通道中间突兀的立着一块石碑，有碑就有路，看来有人来过。潘大勇兴奋地凑上去，拿灯光照着石碑，这上面鬼画符写的啥玩意？是战国6国文字，墓志铭。吴小邪凑近看了看，脸色变了变。王禅先生，通天彻地，深谙天道。他猛地抬头，这是王禅的墓，他不是楚国人吗？怎么葬在晋国地盘上了？王禅的大墓，这就意味着风险和机遇都是顶级的，这里面的宝贝绝对惊天动地。三爷咋整？这可是那魏爷的墓，咱们是进还是退？潘大勇有点拿不准了。退个屁！吴三省咬牙道：“后面是水路，咱们没养齐装备，回去就是死路一条。王禅墓虽然凶险，但好歹有一线生机，富贵险中求。干了！既然决定了，众人绕过石碑继续深入。刚过石碑，你明显感觉周围温度骤降，阴冷刺骨的气息直往毛孔里钻。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你猛地回头，只见那个船工不知怎么倒在地上，整个人就像遇到高温冰雪一样，正在快速消散。前后不过几秒钟，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在你眼皮子底下化成了一滩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液体。旁边的赶车老头彻底吓傻了，瘫在地上动弹不得。别散开，聚在一起！吴三省大吼一声，带着大家退到那滩液体附近观察，脸色铁青。三爷，这什么情况？人怎么瞬间就没了？潘大勇声音都变了，快看墙上，那是什么鬼东西？吴小邪惊恐地指着一侧石壁，只见石壁缝隙里不知何时钻出了无数黑色的头发丝一样的东西，密密麻麻，像是有生命一般，正不断伸缩着向众人逼近。是这东西，这东西吃人！你一把拉开吴小邪，大声示警。众人刚散开，那些头发丝就覆盖了刚才站立的位置。赶车老头吓瘫了没跑动，一根头发丝搭在了他身上，那东西顺着毛孔就往肉里钻，老头的身体瞬间开始消散，惨叫都没发出来就步了船工的后尘，跑，往里跑！吴三省当机立断，掉头就往古墓深处冲。这鬼地方太邪门了，还没正式进去就挂了俩人。可没跑多远，你们就绝望地发现，前方的通道已经被这种诡异的头发丝彻底封死，铺天盖地，无路可逃。完了完了，咱们今天要交代在这。赵大奎看着那漫天的黑色军丝，一脸绝望。是食人菌，剧毒。一直没说话的张玄纪突然开口，他反手拔出黑金骨刀，毫不犹豫地在掌心一划，金色液体喷涌而出。他手一挥，麒麟精血洒落出去，那些不可一世的食人菌丝就像遇到了天敌，疯狂地向四周退散，让出了一条路。神了，小哥这能量是克星吗？吴小邪看得目瞪口呆。别废话，快走！林墨催促道。你盯着空中洒落的麒麟精血，眼神火热。这可是好东西，你趁人不备，伸手在空中精准地接住了一滴飞溅的麒麟精血。系统融合，你在心里默念。叮，指令接收，融合开始。那滴灿烂的金色液体瞬间化作无数温热的能量分子，钻进你的皮肤，融入你的身体。叮，恭喜宿主完成第4次融合。融合物品麒麟精血，获得特性麒麟本源初级。叮，触发隐藏任务，收集3种特殊物品，奖励开启血脉进化功能成。
疼了，你感觉到体内能量似乎沸腾了一下，一股燥热的力量在涌动。麒麟本源到手，还能进化，这墓里特殊的好东西可不少，这次必须赚翻。张玄寂虽然在消耗本源开路，但这通道也不知道有多长，人的本源是有限的，再这么放下去，他得消耗殆尽。果然，越往里走，张玄寂的脸色越白，脚步也开始虚浮。不行了，小哥快撑不住了！潘大勇焦急地喊道。漫天的军丝眼看又要围上来，都到我身后来！你大喝一声，一步跨到队伍最前面，将所有人挡在身后。既然融合了金刚石，这区军丝毒素还能破了你的防。现在是你刷表现分的时候。阿莫，你疯了？那玩意沾上就化成水！吴三省急得大叫：没事，看我的！你话音未落，无数军丝已经像闻到能量气息的鲨鱼一样扑到了你身上，顺着毛孔就要往里钻。然而你的皮肤比金刚石还硬，他们根本钻不进去，你就像个没事人一样，顶着漫天的军丝，双手挥舞，直接把那些挡路的军丝硬生生扯断，暴力开出一条安全通道。身后众人看得下巴脱臼。天呐，阿莫你是不是人啊？这玩意怎么不咬你？吴小邪惊呼。张玄寂也深深地看了你一眼，目光复杂。你没解释，闷头开路。十几分钟后，众人终于冲出了军丝通道，跌跌撞撞地跑进了一间圆形的石室。呼，活过来了！大家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这石室高10几米，是个圆柱体，顶部环绕着8个巨大的龙头雕塑，每个龙嘴里都含着一颗石珠。还没等气喘匀，入口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轰隆，一块断龙石毫无征兆地落下，把退路封得死死的。紧接着，头顶那8个龙头嘴巴一张，石珠滚落，沙沙声大作，无数细沙像瀑布一样从龙嘴里倾泻而下，是流沙机关。可恶，这墓主人想活埋了咱们！吴三省脸色瞬间白了，这流沙速度极快，眨眼功夫就没过了脚踝。照这速度，不出几分钟，这石室就会被填满。三爷救命啊！我还没娶媳妇啊！我不想死在这！赵大奎又开始哭爹喊娘。闭嘴，还没死呢，嚎什么丧？吴三省心烦意乱地骂道，脑子飞快转动想对策，堵住龙嘴行不行？潘大勇问。没用，10几米高，墙壁光滑的连苍蝇都站不住，怎么上去堵？吴三省绝望地摇头，沙子已经埋到了小腿肚。你没慌？目光看向张玄寂，这家伙正贴着墙壁，2根齐长的手指在砖缝上快速游走。发丘指不仅能解决敌人，探机关也是一绝。突然，他在一个龙头下方的墙壁前停住，双指闪电般探出，直接插进砖缝，扣住一块石砖，缓缓往外拉。石砖被拉出，里面露出了一个陶瓷圆球，机关的中枢。砰！张玄寂抽出手指，反手一掌拍碎了瓷球，机关被毁。头顶的沙沙声瞬间停止，流沙不再灌入。停了，机关停了！潘大勇激动地大喊：小哥牛逼，救了大家一命啊！众人死里逃生，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耳边又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窸窣窣声。你低头一看，只见沙子里钻出了无数条手臂粗细、通体金红的大蜈蚣。天呐，这蜈蚣成精了吧？这么大！赵大奎吓得魂飞魄散，拿着工兵铲胡乱拍打，啪！一条蜈蚣被拍碎。但这玩意太多了，源源不断地从沙子里涌出来，迅速包围了众人。这东西有巨毒，咬一口立马窒息，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彻底消散。湘西陈玉楼当年就在这玩意手上折了不少兄弟。吴三省惊恐地喊道：那咋办？咱们这次真要完了！吴小邪声音都在抖，小哥还得靠你的能量啊！潘大勇看向张玄寂，张玄寂脸色惨白，已经是强弩之末，再释放能量估计就得力竭了。但他还是一咬牙，拔出刀准备再来一下。慢着，你歇着，我来！你拦住张玄寂，不等众人反应，直接用他的黑金骨刀在自己掌心狠狠划了一道口子，金色液体涌出。你猛地挥手洒落，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你的能量竟然比张玄寂的还好使。那些红毛蜈蚣就像遇到了克星，沾上就疯狂扭曲，争先恐后的往沙子里钻，瞬间逃得干干净净。我靠，阿莫你的能量比杀虫剂还猛啊！吴小邪看傻了眼，张玄寂盯着你流淌金色液体的手掌，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深深的疑惑和探究。他知道张家人的本源才有这效果，你的能量为什么比他的还纯？吴三省眼神闪烁，突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有一种人从小吃奇珍异宝长大，体内就会带有异能。阿莫你小时候是不是吃过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这就帮你圆过去了。你顺坡下驴。小时候不懂事，在山里啃过一个像麒麟的红谷子，原来是吃了麒麟结，难怪。众人恍然大悟，只有张玄寂知道你在扯淡，麒麟结没这么大功效，但他什么也没说。别愣着了，我的能量撑不了多久，赶紧找出口！你催促道。众人这才如梦方醒，四散开来，在石室里寻找出路。小哥，看你的了！你看向张玄寂，找机关这种精细活，还得靠专业的发丘指。张玄寂点点头，很快就在一面墙壁前停下，手指了指一个位置。你心领神会，走过去，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就是一记暴击。轰！墙壁被你硬生生砸出一个大窟窿，露出后面一条只能容一人爬行的狭窄盗洞。是盗洞，以前的摸金校尉留下的。吴三省看了看洞口，潘大勇打头，赵大奎断后，小邪阿莫在中间。爬！众人鱼贯钻入盗洞，爬了10几分钟，前面突然停了。怎么了，潘大勇？三爷，前面有岔路口，不知道走哪边。吴三省爬到前面看了看，也是一脸懵逼，最后只能让潘大勇先去左边探路。没一会儿，潘大勇退了回来，左边是死路，有风石，那就走右边。又爬了几百米，盗洞终于变宽敞，可以直起身子走路。有情况！走在前面的潘大勇突然停住脚步，手电光照过去，只见地上横着一具白骨森森的残骸。潘大勇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用匕首拨弄了一下，残骸瞬间散架，没啥危险。你走过残骸旁边时，脚步一顿，你们看他的手。你指着地上的白骨手掌，众人凑近一看，只见这具白骨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竟然比常人长出一大截，跟张玄寂的手指一模一样，是发丘天关的前辈。吴三省倒吸一口冷气，连这种绝顶高手都陨落在了这地方。他话还没说完，异变突生，头顶的黑暗中，一张巨大无比的白色丝网毫无征兆地照了下来，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被罩在网中。潘大勇刚想挣扎，却发现身体一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动弹不得了。吴三省、吴小邪、赵大奎也接连倒地。这网有毒，是麻醉剂。你和张玄寂因为体质特殊，勉强还能站立，但也是手脚发软。什么鬼东西？你咬牙硬撑着，他
抬头看向头顶那片深不见底黑暗，众人正猛圈的时候，一只卡车头大小的黑影赫然闯入视线，是蛛网。那句网是这玩意的杰作。有人惊呼这玩意成精了，你一眼认出这是人面黑臀响，还是幼年期成熟T大到这道洞根本塞不下。这玩意一出，大家才意识到麻烦大了，被网住，还中了毒，这不就是等着被吸干做肥料吗？赵大奎那怂货已经吓坏了，眼泪鼻涕一大把，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毛茸茸的巨怪逼近，脑子里全是自己的惨状。大奎你嚎什么丧？没看阿莫跟小哥还能动吗？有人吼了一嗓子。赵大奎眼珠子乱转，这才发现你和张玄纪屁事没有。张玄纪手里的黑金骨刀已经砍了上去，没用，那蛛丝认得离谱，反而粘得更紧了。火，你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这玩意怕火，你没有任何犹豫，摸出燃烧棒瞬间点燃，轰的一声，漫天蛛网瞬间化为灰烬，众人死里逃生，在那大喘气。神了，老舅你怎么什么都懂？吴小邪一脸崇拜，还没完，别忘了你们还中着毒。你冷冷提醒，这一盆冷水泼下，刚松懈的神经再次紧绷，那只人面黑臀响已经近在咫尺了。小哥，你救人，我解决他。话音未落，你整个人已经像炮弹一样射了出去，那怪物反应也快，张嘴就是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喷过来，半空中炸开，一张新网当头照下，你早有准备，又一根燃烧棒扔过去，轰的一声烧出条路，近身了。那令人作呕的脑袋就在眼前，你甚至没动用什么招式，纯粹的肉体力量，举起拳头狠狠砸了下去。咔嚓，清脆的爆裂声响彻到洞，卡车头大小的蜘蛛脑袋遭受重创碎裂开来，那庞大的身躯瞬间瘫软，动也不动，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知道你力气大，能砸石头，但这跟一拳秒杀一只巨型生化怪物是两码事，那种视觉冲击力简直把他们的世界观按在地上摩擦。张玄纪那边刚帮众人解完毒，深深看了你一眼，队伍继续前进，你故意落在最后，手掌按在那滩诡异的残骸上，心中默念系统融合人面黑臀响，叮，指令接收，融合开始。巨大的残骸瞬间化作一滩黑色能量，仿佛有生命般钻进你的毛孔。叮，第5次融合完成，获得特性蜘蛛的感应，这能力来得太及时了。蜘蛛那玩意近视眼，全靠感知，现在你的感知能力比张玄纪那练到极致的发丘指还要变态。方圆之内，空气哪怕一丝微弱的波动都逃不过你的捕捉。阿莫，发什么愣？跟上！前面传来吴三省的催促。来了，你应了一声，快步跟上。没走多远，盗洞环境大变，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蛛网，这分明是进了蜘蛛窝了。潘大勇和赵大奎在前头用火开路，烧得噼里啪啦响，轰，又一片蛛网成灰，地面上露出了个牛皮包，你眼尖，挤不上去捡起来，里面是些黑驴蹄子、探鹰爪之类的倒斗工具，估计是这行里的倒霉前辈留下的。你一股脑全倒出来，一枚拇指大小的黑色印章滚落到你脚边，印钮是似龙似虎的异兽，底下刻着8个大字：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发丘印。吴三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吴小邪还在那科普这玩意早就混了，市面上全是假货，是真的。闷油瓶张玄纪突然冒出一句：定音了。既然小哥说是真的，那就没跑了。吴三省让你赶紧收好。你捏着这传说中的宝贝，心里琢磨着怎么用。难道真像小说里写的要能量认主？试试。你拿刀在手指上比划半天，费了老大力气才在你那金刚石般的皮肤上划开道口。能量输入进去，瞬间被吸收。嗡，一股庞大的信息流强行灌入你的脑海。最后一人发丘天官的声音在你脑子里炸响。原来发丘门被灭不是朝廷干的，而是一群能夺舍身体求永生的怪物。他们基于发丘印能储存记忆的能力。这群怪物身上有尸臭味，记住了。紧接着，发丘指、缩骨功、点烟变风，这些失传的绝技，连同上一任天官一辈子的经验，像拷贝文件一样，瞬间成了你的本能。你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和脑中新增的绝学，爽！队伍继续往下，走进一条盘旋向下的楼梯，旁边就是万丈深渊，黑咕隆咚的，扔块石头半天听不到响。走了10几分钟，不对劲，怎么又走回来了？吴小邪惊叫。大家一看，刚才进来的盗洞就在身后，鬼打墙，是玄魂梯。你冷冷开口，打断了他们的胡乱猜测，视觉陷阱而已。吴三省一脸震惊的看着你，这玩意连他都只是听说过，书上看的，你随口敷衍，懒得解释。这机关原理复杂，解释了他们也听不懂，都闭上眼，抓着前面人的衣服，跟着我的脚步走。你走到最前面，闭上眼睛，视觉会骗人，但你的蜘蛛感应不会。黑暗中，那条真正的生路在你脑海里清晰无比。几分钟后，你们居然真的走出了那个死循环，神了，老舅你简直神了！吴小邪对你的崇拜简直要溢出来，连吴三省看你的眼神都变了。楼梯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刚踏进去，你心头猛地一紧，蜘蛛感应在疯狂报警，小心！话音未落，密集的哒哒声响起，几十只比刚才那只更大的成年人面黑臀响，像潮水一样涌来，铺天盖地的蛛网兜头照下。潘大勇和赵大奎拼命扔燃烧棒，火光冲天，焦臭味弥漫。张玄纪动手了，他黑金骨刀出鞘，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冲进怪群，出手果断，瞬间击溃一只，牛逼！众人都看呆了，但这玩意太多了，张玄纪瞬间就被包围，险象环生，该你表演了。你脚下一蹬，地面都被踩裂，整个人像一颗炮弹撞进怪群，一只巨大的蜘蛛扑向你，你根本不躲，迎着他的脑袋就是朴实无华的一拳，砰！像打爆一个装满浆糊的气球，那蜘蛛连惨叫都没发出就彻底消散了，400倍自身体重的力量，这就是碾压。张玄纪还要砍10几刀，你只需要一拳，你如入无人之境，在怪群中横冲直撞，每一拳挥出都伴随着一声爆响和一只怪物的陨落。眨眼功夫，几十只巨怪就被你清场了，只剩下满地狼藉。吴三省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摆好架势，全场死寂。看着站在战场中心，身上连点灰尘都没沾的你，所有人都在怀疑人生，这是人干的事儿。跟小哥比起来，你简直就是个人形凶手。张玄纪拄着刀单膝跪地，喘着粗气，显然累得够呛。你那一通乱杀，倒是帮他解了围。休息片刻，张玄纪指向东边，那里有扇石门，推开石门，是一个100平米的墓室，中间有个水池正在咕嘟咕嘟冒水，2只青铜仙鹤立在里面。棺材俑，吴三省激动的胡子都在抖，这可是顶级的风水宝穴。没理会他的激动，你的感应已经锁定了水下的机关。你走过去，伸手在水里捞了一把，改变了水的重
重量。轰隆隆，机关启动，棺材俑后面的石门缓缓打开。吴三省又懵了，你这又是怎么知道的？直觉。你扔下2个字，率先走了进去。石门后是主墓室，探照灯打过去，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哪里是墓室，简直就是金库！10几米高的墓室，墙壁上全是格子，里面塞满了金银玉器，在灯光下闪瞎人眼。天哪！赵大奎眼都红了，哈喇子直流，早就把危险抛在脑后，怪叫一声就冲了进去，伸手就抓起一尊金佛。住手！张玄纪和你同时大吼。晚了！轰隆，身后巨石落下，退路被封死。紧接着，两侧那10几米高的墙壁带着碾压一切的气势，轰隆隆的往中间合拢。赵大奎吓傻了，金佛掉在脚上砸得嗷嗷叫。糊涂虫，放回去！吴三省气急败坏地吼道。赵大奎连滚带爬地把金佛塞回原位。砰的一声，机关停止，两面墙壁只差一点就把众人挤压变形。吴三省上去对着赵大奎就是一顿胖揍，嘴里骂骂咧咧全是脏话。你没理会这场闹剧，你的蜘蛛感应听到了墙壁后巨大的水流声，是水利机关，现在退路断了，唯一的出口就在眼前那口巨大的石棺里。潘大勇提议开棺，开。吴三省咬牙切齿，既然到了这一步，不开也得开。你们围住石棺，气氛凝重到了极点。你知道这棺材里装的绝对不是什么善茬。是三爷。潘大勇应了一声，跳上高台，对着那口雕满异兽的石棺又敲又打。几圈下来，他冲下面招手，没问题，上来吧。吴三省刚要迈步，扭头看见你跟吴小邪也凑了上来，立马瞪眼喝止，你俩小崽子别添乱，下面等着。三叔，潘大勇都说没机关了。吴小邪急得直叫唤，你没吱声，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吴三省。这老狐狸愣了一下，这才想起你这一路展现出的恐怖实力。行吧，阿莫你身手好，跟紧点。小邪你老实待着。吴小邪还要向你求助。你拍了拍他肩膀，给了个稍安勿躁的眼神，转身2步跨上高台，开棺。吴三省、闷油瓶张玄纪加上赵大奎4人刚站定，你心头猛地一跳，那股熟悉的危险预感瞬间炸开。住手！还没等你开口，一直当空气的张玄纪突然动了，他一把拦住众人，跳下高台，冲到那些点灯童子石像前，咔咔几下把那些石像脑袋一阵乱拧。一阵令人牙酸的机关摩擦声过后，墓室里突然响起了哗哗的水流声。紧接着，张玄纪抽出背后那把黑金骨刀，寒光一闪，刀尖精准插入棺材缝隙。他绕棺一周，猛地一掌拍在棺盖上，轰！沉重的石棺盖像泡沫板一样飞出几米远，重重砸在地上。众人脑袋瞬间凑到棺材口，空的。偌大的棺材里，别说尸体，连件陪葬衣服都没有，只有一块巴掌大的龟甲孤零零躺在那。靠，怎么是个空的？赵大奎眼里的贪婪瞬间变成了失望。潘大勇也一脸懵逼，你眼疾手快，弯腰一把捞起那块龟甲，上面密密麻麻刻着你不认识的象形文字。小邪，滚过来干活，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鸟语。吴小邪早就在下面急得抓耳挠腮，听到你招呼，连滚带爬的冲了上来，接过龟甲就开始研究。半晌，吴小邪抬起头，脸色煞白，这上面没写出口，记载的是关于神的信息。神，众人面面相觑，不是真神，是一群追求永生的怪物。吴小邪声音发颤，他们靠夺舍别人的身体活得长久，但这法子有缺陷，身体用久了会腐烂发臭，必须不断换新的。墓主王禅当年就是被这种东西钻了空子，为了不让身体被占据为祸人间，他引天雷自尽了。你听得心头一震，这跟发丘印里的警告对上，那群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是真实存在。王禅这种通天彻地的大能都被逼到自杀，发丘门传承1000年也被灭门，这群神的势力现在得恐怖到什么程度？发丘印就在你身上，被他们找上门是迟早的事。变强，必须立刻马上变强。你现在的实力在他们面前估计就是盘菜，想要快速提升实力，就得不停下墓，拿融合次数堆上去。哗啦啦，水流声突然变大，一股沉闷的气息瞬间充斥整个墓室。你扭头一看，那些点灯童子的嘴巴全张开了，水银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眨眼间就跟高台齐平了，是剧毒水银。这要是被淹了，大罗神仙也得玩完。进棺材，张玄纪已经把棺盖拖了回来，大吼一声，你瞬间反应过来，水银密度大，石棺浮得起来，这就是唯一的救生艇。众人哪敢怠慢，争先恐后的往棺材里跳。就在这生死关头，你眼角的余光扫过墙壁上的那些格子，那里面可都是宝贝啊！你这人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都到这份上了，空手走，门都没有。你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双手在那排格子上疯狂划拉，只要手指碰到，管它是什么，统统收进储物空间。眼看水银快漫上高台，你这才最后一个纵身跳进石棺。张玄纪双手发力，轰的一声把棺盖死死扣住。下一秒，一股巨大的浮力从身下传来，石棺像艘狂暴的皮划艇，载着你们在黑暗的地下河里横冲直撞，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把你早饭都晃出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棺盖再次被推开，重见天日，你们已经穿过了山体，飘在了一条宽阔的大河上。回头望去，五龙山依然高耸入云。丁，恭喜宿主成功通关王禅墓，奖励3次万物融合机会。爽！你查看属性面板，加上这次奖励，融合机会已经攒到了8次，再来2次，系统就能升级了。不仅如此，那块龟甲居然也是特殊物品。丁，得到特殊物品龙骨，隐藏任务进度+1，当前任务进度2/3，只要再搞到一个特殊物品，就能开启血脉进化。想到麒麟本源进化后的恐怖增幅，你恨不得现在就插上翅膀飞到晋王墓去。队伍休整片刻，吴三省拿出地图辨认方向，带着大家往山外那个小村子赶去。潘大勇和赵大奎一路上唉声叹气，心疼墓里那些没带出来的宝贝。吴三省听得心烦，骂道：这要是能带出来，老子还用你们废话？能活着出来就烧高香吧。你摸了摸鼻子，心里暗爽，幸亏老子有空间，刚才那一波浑水摸鱼，起码捞了一半精品。到了村子，天已经擦黑，这偏僻村子看着穷乡僻壤，居然还有个像模像样的招待所。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早就成了旅游胜地，来的全是跟你们一样目的不纯的游客。招待所老板娘是个精明的中年妇女，那是真黑啊，500一晚，爱住不住，晚了连柴房都没了。天哪，你这比大城市酒店还贵啊！潘大勇忍不住吐槽，嫌贵。昨天刚进去一队人马，人家连价都没还，老板娘眼皮都不抬。得住吧，你们开了3间房，简单吃了点东西。席间老板娘为了推销啤酒，凑过来神神秘秘地说，你们也是
冲山里那神仙墓来的吧？听说里面有长生不老的仙丹呢。吴三省不动声色的套话，那以前来的人找到了吗？那谁知道，反正进去的就没见回来的。老板娘撇撇嘴，这消息让潘大勇和赵大奎更急了，生怕被人捷足先登。你知道，那个所谓的战国伯叔根本就是个诱饵，有人在故意把人往晋王墓引，这是个局，但为了特殊物品和融合次数，这局你必须得钻。回到房间，你刚准备关窗，一道黑影啪的撞在墙上，掉在地上，借着月光一看，是只翅膀受了伤的蝙蝠，已经摔死了。蝙蝠声波定位，你心念一动，这可是好东西啊！有了这能力，以后下墓哪怕没光也能把环境摸得一清二楚，还能透视障碍物。系统融合这只蝙蝠，叮，融合开始，融合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特性声波定位。那只蝙蝠尸体瞬间化作黑气钻入你体内，你闭上眼睛，尝试着喉咙微动，发出人耳听不见的超声波。一瞬间，整个房间的3D 立体结构图清晰地呈现在你脑海里，墙角的蜘蛛网，地板下的裂缝，隔壁吴小邪的呼吸声，一切无所遁形，太强了！第二天一早，队伍补给完毕，一头扎进了深山，照着地图翻山越岭2个小时，终于到了地方，就是这片了。吴三省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狐狸头标记，主墓室应该就在这下面。潘大勇、赵大奎找入口，两人领命，拿着洛阳铲开始四处打探。没过多久，潘大勇在那边喊：“三爷，这儿有个盗洞，不过被炸塌了。”众人跑过去一看，一个直径半米的大坑，空气里还残留着硝烟味，看来昨天那一波人已经进去。吴三省脸色阴沉，而且遇到了大麻烦，出来的时候把洞炸了封路，既然这个入口废了，只能另找。潘大勇和赵大奎又忙活了半天，把吴三省画的圈都探遍了，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三爷，真没了，这附近土层都一样，不像有墓道的样子。潘大勇喘着粗气说：“你在一旁冷眼旁观，刚才你已经悄悄用声波定位把这片区域像过筛子一样扫了一遍，地下结构在你脑子里跟明镜似的。”潘大勇，你那是死脑筋！你走上前，随手指向左边一棵不起眼的大树底下，那儿挖开看看。潘大勇一听乐了，擦了把汗，语气里带着几分老资格的轻蔑：“阿莫，这找墓门可是技术活，得看土色、闻气味。你指那地方杂草丛生，土质松散，怎么可能有墓？”吴小邪立刻跳出来维护你。潘大勇，你少废话，我老舅说有就肯定有，你挖就是了。吴三省深深看了你一眼，这一路走来，你带给他的惊讶太多了。潘大勇，听阿莫的，去试试。三爷发话。潘大勇虽然不服气，但也只能提着洛阳铲走了过去。几铲子下去，潘大勇的脸色变了，他又狠狠一铲子下去，带上来的土居然是金红色的，像是被特殊液体浸透了一样，还往下滴着粘稠的金色液体，一股狂暴的能量气息扑鼻而来。金尸木，潘大勇声音都变了调，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极其难看。吴三省的烟袋锅子都掉了，脸色极其难看。土带金，尸带金，这下面的东西比当年让我吴家差点灭门的那个还要凶。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金尸的大名，再倒上那是能止小儿液体。三爷，这还瞎吗？赵大奎腿肚子都在打转。吴三省咬了咬牙，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停在你和一直沉默的张玄纪身上。他深吸一口气，眼里闪过一丝狠色。下，富贵险中求。他一指你和张玄纪。阿莫，小哥，这趟全靠你俩了，你们打头阵。这吴三省还在那儿犹豫不决，担心吴小邪的安全，你听得不耐烦吗？这都火烧眉毛了，还搞什么回肠荡气？三哥，有我在，小邪少不了一根汗毛，你直接打断他。语气硬得像快艇。吴三省看了你一眼，你眼里的决绝让他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他终于松口。潘大勇和赵大奎立刻抄家伙开挖，你也没闲着，精准的指出了方位。没一会儿，当的一声金属撞击声传来，挖到了，一堵青砖墙露了出来。赵大奎那个愣头青见墙就兴奋，抡起大锤就要硬砸。找死！住手！你和张玄纪几乎是同时吼了出来，声音在墓坑里炸响。赵大奎吓得一哆嗦，锤子差点砸自己脚上。众人一脸懵逼的看着你们俩，你冷冷的盯着那堵墙，仿佛那不是砖，是阎王爷的脸。墙后面是夹层，灌满了强酸，想变成一滩水你就砸。吴小邪倒吸一口冷气，话音未落，张玄纪已经动了，他那双颀长的手指如探囊取物般，瞬间从墙里夹出了一块整砖，紧接着导管插上，炽热的腐蚀液体喷涌而出。这一手发丘指确实漂亮，排空了强酸，这才破墙而入，进了墓道，绕过一只巨大的青铜鼎。墓室中央一口石棺正等着你们，刚一靠近，咯咯咯的瘆人怪声就从棺材里响了起来，棺盖猛地被顶开，一股腐朽的黑气喷涌而出。张玄纪脸色大变，二话不说直接跪下，嘴里发出同样古怪的声音试图沟通。潘大勇他们见状吓得腿软，也跟着跪了一地。全场只有你站着，腰杆笔直如松，怕什么？你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你现在这身体融合了金刚石，比这石棺还硬。沟通失败。吼！一声非人的咆哮，一具浑身金光缭绕的金尸跳了出来，速度快得像道金色的闪电，直扑人堆。张玄纪提着黑金骨刀迎了上去，两人瞬间斗在一处，快成了残影。金铁交鸣声密如暴雨，但那金尸皮糙肉厚，根本不破防。吴三省在旁边放冷枪也没用，赵大奎早就下瘫在地上抖成了筛子，这玩意儿有点道行。张玄纪一时半会儿拿不下，你不再观望，脚下发力，地面被你踩出一个坑，整个人如炮弹般迎着金尸冲了上去。阿莫快退，有毒！吴三省急红了眼，在那边嘶吼，退个屁！老子现在有30吨的力量，还在乎你这点湿度？你瞬间冲到近前，借着冲势抡圆了拳头，对着金尸那颗丑陋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砰！一声闷响，就像重物撞击一样，漫天的能量和碎屑飞溅开来，那不可一世的金尸脑袋直接碎裂，残破躯体晃了晃，轰然倒地。整个墓室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像看史前怪物一样看着你，就连张玄纪那万年不变的冰块脸，
此刻看着你的眼神都变了。天呐，老舅，你太牛逼了！吴小邪第一个反应过来，那眼神简直是在看神仙。吴三省火急火燎的冲上来，抓着你的手翻来覆去的看，确认连层皮都没破，这才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你。你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实力？你没工夫跟他解释，趁他们围着尸体啧舌，你悄悄触碰了金尸残骸，系统融合，瞬间地上的金尸化作一滩精液，像是活了一样钻进你体内。丁，融合金尸成功，获得特性，速度提升500%。丁，隐藏任务完成，开启血脉进化，当前麒麟本源临阶，爽，5倍速度，以后跑起来谁追得谁？你心情大好，顺手路过那口巨大的青铜鼎石，心念一动，直接收进了储物空间。贼不走空，这可是好东西。队伍继续深入，很快穿过一道开着的玉门，进入了一间摆着7口棺材的主墓室。棺材按北斗7星排列，一看就是7星移棺的局。咚咚咚，突然，其中一口棺材里传出了敲击声，在这寂静的墓室里格外刺耳。潘大勇壮着胆子凑过去，往没盖严的棺材缝里一看，吓得脸瞬间煞白，连滚带爬的后退。金尸里面有手伸出来了，一只泛着金光的，像是受过重创的手正拼命往外扒拉。是金人。张玄纪冷冷纠正，身影一闪，上去一刀就砍了那东西的脑袋，动作干净利落。拖出来一看，是个重伤的老外雇佣兵，看来有人捷足先登，结果挂在这儿。潘大勇在他身下翻出个加密手机，也没啥线索。就在这时，耳室那边突然传来异响，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入口的断龙石轰然落下，把退路封得死死的。赵大奎吓得在那嚎丧，吴三省上去就是一脚，嚎什么丧？那边不是有个新盗洞吗？没得选，钻！一行人鱼贯钻进那个新发现的盗洞，可这一钻就出了鬼了。明明几分钟的路程，你们爬了足足20多分钟，还在洞里打转，根本看不到头，空气越来越闷热。潘大勇急得在那儿骂骂咧咧，怀疑遇上了鬼打墙。你伸手摸了一把洞壁，土是干硬的，这绝对不是刚才那个新洞，不知道什么时候着了道，进了迷宫。都别慌，你的声音在狭窄的盗洞里回荡，带着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既来之则安之，继续往前走，只要洞通着，就一定能出去。众人有了主心骨，咬牙继续爬，终于爬到头，出口竟然是在顶上墓室。你探头往下一看，好家伙，下面墓室里密密麻麻全是脸盆大小的尸别，黑压压一片，像潮水一样涌动。虫堆中间，一个胖子正一边骂着骂咧咧，一边在那连蹦带跳的踩虫子，身上已经挂了好几只，眼看就要被虫巢吞没了。别管闲事，这胖子来路不明。潘大勇想拉着大家撤退救人，你二话不说，直接从2米多高的洞口跳了下去。这胖子你也知道底细，是个讲义气的人才，能教。那胖子见你跳下来，急得大骂：“你这家伙找死啊！赶紧上去，别给胖爷添乱！这人能处，这关头还想着别人。”你咧嘴一笑，抽出匕首，在掌心狠狠划了一道口子，金色液体瞬间涌出。你猛地一挥手，将麒麟精血洒向四周。奇迹发生了，那些凶残无比的尸别就像见了鬼王一样，发出刺耳的尖叫，潮水般疯狂退散，互相踩踏，眨眼间就跑了个精光，只留下一地狼藉。胖子张大了嘴巴，傻愣愣的看着你，手里还举着只踩碎的尸别，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你站在墓室中央，看着刚醒过来的胖子正跪在你面前，咚咚磕头：“兄弟救命之恩，胖爷我记下了，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没接茬，这种江湖话听听就算了，你就他，纯粹是因为这肉盾以后还有用。行了，我不搞这套，想活命就赶紧找出路。你转身走向墓室尽头那扇巨大的石门，胖子为了表忠心，抢在你前面冲上去，撅着屁股使出吃奶的劲儿去推门，脸都憋成了猪肝色。石门纹丝不动，这门焊死了吧？胖子呼哧带喘的退回来。潘大勇和赵大奎对视一眼，两个壮汉一左一右架住石门，喉咙里发出低吼，手臂青筋暴起，结果一样，石门像是在嘲笑他们的无能。真废物！你心里暗想，老舅肯定行。吴小邪这小子这时候不忘给你捧场。胖子靠着墙直喘气，斜眼看着你精瘦的身板。小邪同志，不是胖爷我看不起你家亲戚，这门我们3个加起来都推不动，他要是能推开，胖爷我这100来斤肉给你当球踢。你听笑了，这种主动把脸凑过来让你打的机会可不多。你走到石门前，没摆什么架势，随意的伸出右手按在门板上，发力，轰隆隆，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瞬间炸响。在所有人见鬼般的注视下，那扇1000斤重的石门像是装了滑轮，轻而易举的被你单手推开了一道宽缝。你收回手，拍了拍灰尘，回头看向胖子，胖子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天，那球就不踢了，跟上！你淡淡丢下一句，抬脚走进通道。吼，刚进通道，迎面就是一声非人的嘶吼，一个女人跌跌撞撞的冲过来，身后紧咬着几10个的怪物。金人是那个叫苏尔的女人。眼尖的吴小邪喊道。苏尔脚下一软，摔在地上，眼看就要被金人淹没。救人！他手里有地图。潘大勇大吼一声，抡起工兵铲就冲了上去，其他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一时间，工兵铲拍击躯体的沉闷声此起彼伏，但这些金人根本不知疼痛，拍倒一个立刻又爬起来2个，眨眼间队伍就被冲散，陷入苦战。张兄弟，这玩意儿太多了，顶不住啊！陈胖球在你旁边挥汗如雨，声音里透着绝望。你皱了皱眉，太慢了，闪开！你低喝一声，身形暴起，像一颗炮弹直接撞进怪群，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最纯粹的暴力。砰！你一拳轰出，面前怪物的脑袋遭受重创，当场碎裂，能量4溅。砰砰砰！你化作一道残影，每一次出拳都伴随着令人震撼的撞击声。那些让潘大勇等人束手无策的怪物，在你面前脆弱的像纸糊的玩具。不过10秒，最后一个怪物被你一脚踹飞10几米，糊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通道里瞬间安静，只剩下浓重的狂暴气息和你平稳的呼吸声。你站在一地残骸中间，回头看向众人，陈胖球手里的工兵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看着你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恐惧。这简直是人类。苏尔虽然身受重
重伤，但居然没有尸变的迹象。我打了尸毒疫苗，10亿1针。这女人靠在墙上，虽然狼狈，嘴还是很硬。10亿！陈胖球和潘大勇倒吸一口凉气，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吴小邪看了看，小声嘀咕：“那老旧的能量岂不是无价之宝？”你没理会他们对金钱的感慨，你的目光越过众人，看向通道尽头，前面是迷宫。苏尔喘息着说：“我们被困了10几个小时，怎么走都会回到原点，放弃吧，出不去的。试试。”你言简意赅。你走到迷宫入口，悄然发动了声波定位能力。嗡，无形的声波瞬间覆盖了整个复杂的结构，一张完整的3D 地图清晰地呈现在你的脑海中。18个岔路口，唯一的生路像条红线一样标得清清楚楚。跟紧我，掉队了我不负责。你抬脚走进迷宫，步伐没有丝毫犹豫，左转、右转，再左转。面对每一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岔路口，你连1秒钟的思考时间都不需要。苏尔一开始还满脸怀疑，但随着你一次次准确无误地选择路径，他脸上的表情逐渐从怀疑变成了震惊，最后只剩下麻木。15分钟后，当你带着众人走出最后一个岔口，来到一片开阔地时，苏尔彻底瘫软在地。他看着你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神迹。这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语。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侧面的砖墙突然炸开，一个穿着连帽衫的沉默身影从烟尘中走了出来，是那个一直失踪的闷油瓶张玄纪。他看了你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向前方的断崖。众人跟过去往下看，顿时头皮发麻。断崖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一棵高达100米的参天巨树矗立中央，树冠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无数碗口粗的藤蔓像巨蟒一样缠绕在树干上。那时九头蛇摆、见多识广的潘大勇声音都变了调，话音未落，异变突生，嗖嗖嗖，无数藤蔓瞬间活了过来，像触手一样从4面8方射向众人。陈胖球第一个被卷住脚踝，惊叫着被倒吊起来，紧接着是吴小邪、潘大勇、赵大奎，连受伤的苏尔也没放过。眨眼间，悬崖上只剩下你和张玄纪。张玄纪拔出黑金骨刀，反手砍断一根袭向你的藤蔓，刀锋犀利，但藤蔓太多了，砍断一根立刻补上来3根，无穷无尽。你看着漫天飞舞的触手，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你伸手精准地抓住一根抽向你面门的藤蔓，猛地发力，嘣，粗壮的藤蔓被你生生扯断。系统融合，你在心中默念：叮，融合成功，获得特性，生命力增强500%。一股庞大的热流瞬间涌遍全身，你感觉自己的体能和恢复力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巅峰。但现在不是体验力量的时候，蛮力砍不完这些藤蔓，必须找到克星。你再次发动声波定位，找到了，在树根底部的祭坛上有一块散发着特殊波动的石头，天心石，九头蛇脖的克星。你看了眼还在苦苦支撑的张玄纪，快速说道：我去下面拿天心石，你掩护我，等我信号。说完，你不再抵抗，任由几根粗大的藤蔓缠住你的身体。呼，你被藤蔓猛地拽离悬崖，向着树冠深处那堆满白骨和尸别的树洞飞去。完了，连小哥也折了。被挂在树上的陈胖球看到你被抓，彻底绝望了。老舅，吴小邪急得大喊。你被藤蔓狠狠地甩在树洞的白骨堆上，还没等你站稳，周围10几根藤蔓就像闻到腥味的蛇一样，迅速缠绕上来，将你捆成了粽子，越勒越紧。如果是普通人，这一下骨骼受损，但现在的你拥有5倍的生命力和恐怖的力量。你深吸一口气，全身肌肉瞬间紧绷，猛地向外一挣，嘣嘣嘣嘣，一连串爆竹般的炸响。那些坚韧无比，连刀都难砍断的藤蔓，竟然被你纯粹的肉体力量瞬间崩动，寸寸炸裂。你从漫天飞舞的藤蔓碎片中站起身，拍了拍肩膀上的木屑，你抬头看向头顶那些被吓傻了的同伴，嘴角勾起一抹狞笑。别急，好戏才刚开始。那一根根有人腰粗细、坚韧无比的九头蛇摆藤蔓正死死缠绕着你。你听见下面吴小邪等人惊恐的尖叫声，真吵！你低吼一声，全身肌肉瞬间紧绷到极致，那股源自本源的恐怖力量在你体内爆发。给我断！嘣嘣嘣，令人牙酸的断裂声接连响起。那些连神兵利器都难砍断的藤蔓，竟被你纯粹用蛮力硬生生扯断了。下面的人全都看傻了眼，一个个目瞪口呆，仿佛看到了什么史前怪物。你没空享受他们的震惊，挣脱束缚的瞬间，你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朝树下俯冲而去，身后漫天的藤蔓如复古之驹般追了上来，数量比之前更多更密。如果不能一次性甩掉，这辈子就得挂在这树上当腊肉。你死盯着下方，10米、5米、3米，就是现在！你瞧准时机，猛地向下一跃，身体在空中急速下坠。当你距离树底还有20多米时，那些疯狂追逐的藤蔓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陡然停滞不前。堵对了，你已经进入了天心石的作用范围。你随手抓住一根树枝稳住身形，顺着树干滑到树底，眼前是一座祭坛，和你之前用声波定位探查的一模一样。中间的玉床上躺着2具栩栩如生的尸体，那是千年寒玉床的功劳。你没工夫管尸体，你的目光像鹰一样锁定了祭坛中央那根巨大的石柱，上面镶嵌着一块闪烁着白光的石牌，天心石，九头蛇脖的克星。有了它，才能救人，才能继续往下走。你冲上去，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对着石柱就是全力一击，轰！直径超过1米的花岗岩石柱瞬间炸裂，碎石飞溅。你一把抓住那块完好无损、巴掌大小的天心石，到手了。你转身就往树上冲。这一次，当你攀爬时，那些原本虎视眈眈的藤蔓像是见了鬼一样，你没往上一米，他们就惊恐地往后退缩一米。10几秒后，你回到了树冠。阿莫，你回来干什么？快跑啊！吴小邪急得大喊。这小子虽然天真，倒不是个白眼狼，跑什么？你冷笑一声，大步走向他们。随着你的靠近，缠绕在他们身上的藤蔓瞬间松开。吴小邪几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从半空中掉了下去，砰砰砰地摔进了一个巨大的树洞。树洞底部堆满了白骨，被他们砸得粉碎，惊动了下面密密麻麻的尸别。老舅，救命！有尸别！众人吓得屁滚尿流地往上爬。慌什么？你站在树洞边缘俯视着他们，你们身上沾了树洞里的特殊液体，那些虫子不咬你们。至于你，你这金刚不坏的身体，站着让他们啃1万年也破不了皮。众人这才发现尸别果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纷纷松了口气，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胖爷，我这条命今天是捡回来了。陈胖球抹了一把冷汗，看向你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林默兄弟，你这也太神了，那些藤蔓怎么怕你怕成那样？天心石！吴小邪盯着你手里的石头惊呼，那是9
头蛇摆的克星，你没理会他们的吹捧，环顾四周，眉头一皱，张玄寂不见了。你走到树冠外围，拨开枝叶，对着对面崖壁上的一个洞口打了个手势。下一秒，一道黑色的人影从洞口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张玄寂刚一下落，就被几根粗大的藤蔓凌空缠住。你也不急，算准了他被拉扯过来的路径，不紧不慢地横跨一步，挡在了必经之路上。那些卷着张玄寂的藤蔓刚冲到你面前，就像是撞上了烧红的铁板，猛地一抽搐，瞬间松开，把张玄寂像丢垃圾一样扔了下来。三爷，快看那边！潘大勇突然指着下方惊叫。你顺着看去，只见你们出来的通道下方不远处，吴三省正灰头土脸的从另一个洞口钻出来。你眼睛眯了起来，那个迷宫几乎是死局，他一个人是怎么走出来的？三叔，小心藤蔓！吴小邪大喊。话音未落，一根藤蔓就卷住了吴三省，把他往树冠里拖。你站在原地没动，直到藤蔓把他拉到你附近。果然，藤蔓感应到天星石的气息，再一次像是触电般松开，把吴三省扔在了地上。这怎么回事？吴三省一脸懵逼。三爷，阿莫找到了天星石！潘大勇兴奋地喊道。吴三省看着你手里的石头，眼神复杂的震惊了一瞬，随即掩饰过去。好小子，居然能找到这种宝贝！走，去祭坛看看。一行人再次下到树底祭坛。死胖子，你干什么？刚到祭坛，吴三省就一声怒喝。只见陈胖球正撅着屁股趴在玉床边，手已经伸进了那具女尸的嘴里，想往外抠东西。陈胖球被吓了一跳，回头不满道：“这女尸嘴里肯定有宝贝，老狐狸你也太抠了吧！你找死是不是？那女尸嘴里有机关！”吴三省骂道。陈胖球吓得一缩手，看向你求证。你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陈胖球这下脸都白了，赶紧退后2步。吴三省看向你，眼神里带着一丝烤笑。阿莫，你来，想试探你的本事，成全你。你走到女尸旁边，根本不需要什么精细操作，你左手捏住女尸的后颈，右手掐住她的下巴，猛地发力一挫，咔嚓一声脆响，女尸的颈部关节被你卸下，紧接着嗖的一声，一支漆黑的短剑从她口中激射而出，定在10几米外的岩壁上，入石3分。陈胖球倒吸一口冷气，刚才要是慢半拍，他脑袋就多了个窟窿。你没理会陈胖球的后怕，再次用力捏开女尸的嘴巴，一枚青铜钥匙掉了出来，切，就一把破钥匙了。陈胖球大失所望，转头盯上了旁边的男尸。这男的手里有个盒子，这钥匙是开盒子的吧？他刚想伸手，又想起刚才的机关，缩了回来。你没他那么多废话，直接走过去拿起男尸手里的青铜盒，插进钥匙一扭，咔嗒，盒子打开，里面静静的躺着一条拇指大小、长着2条眉毛的青铜鱼。这是什么怪鱼？陈胖球凑过来，两眼放光，蛇眉铜鱼。吴三省脸色一变，猛地给你打眼色，示意你赶紧收起来。你心领神会，反手将铜鱼揣进兜里。这东西事关重大，现在外人太多。丁，触发隐藏任务，收集3枚蛇眉铜鱼并破解秘密，奖励融合机会5次。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5次融合机会，这买卖划算。就在这时，一声惊呼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天哪，这简直是人是鬼！赵大奎这蠢货趁没人注意，手贱的揭开了男尸脸上的青铜面具，面具下竟然是一张尖嘴猴腮的狐狸脸，青眼狐妖。男尸那双原本紧闭的眼睛猛然睁开，2道诡异的绿光爆射而出，一瞬间，除了你，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迷离，狂躁起来。吴三省举起枪就对准了吴小邪，陈胖球和潘大勇扭打在一起，赵大奎像疯狗一样乱扭，连张玄寂的脸上都露出了痛苦挣扎的神色。绿光扫过你时，你也感到一阵眩晕和狂躁，但体内的麒麟本源瞬间沸腾，一股灼热感流遍全身，让你瞬间清醒。没时间犹豫，你脚下一蹬，瞬间闪现到青眼狐妖面前，双手抱住他那颗毛茸茸的脑袋，用尽全力猛地一拧，咔嚓，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起，你硬生生把狐妖的脑袋给取了下来，提在手里，幻术瞬间破除。众人像是大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一个个捂着脑袋呻吟。吴三省看着自己手里指着吴小邪的枪，冷汗瞬间下来了。他猛地转头看向赵大奎，眼里杀气腾腾。砰！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子弹擦着赵大奎的脚边射入地面。赵大奎吓得浑身瘫软，裤裆瞬间湿了一片，哭爹喊娘的求饶。张玄寂突然指着，眼睛有问题，你把狐妖脑袋翻过来，竟然不是真的眼睛，而是2颗材质特殊的石头，这就是置换的源头。大奎，把面具拿过来！吴小邪喊道。赵大奎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去捡地上的面具，轰隆隆！就在他弯腰的那一刻，整个洞窟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仿佛发生了12级大地震，头顶的碎石像雨点一样往下掉，那颗100米高的9头蛇摆疯狂摇晃。不是我什么都没干！赵大奎吓得尖叫。陈胖球指着他脚下大骂：“你这家伙踩到机关了！”只见赵大奎脚下踩着一块微微凸起的石板，震动持续了足足5分钟才停歇。众人灰头土脸的从躲避处走出来，抬头一看，全都惊呆了。只见9头蛇摆巨大的树干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几根粗大的青铜锁链从里面延伸出来，竟然硬生生从树心里拖出了一口巨大无比的青铜棺椁。那棺椁足有4、5米长，3、4米高，沉重无比的悬挂在半空中，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天哪！陈胖球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这么大的青铜棺，里面的宝贝得堆成山了吧？开关，必须开关！他兴奋的就要往上冲，却发现你根本没动，你正蹲在那个无头狐妖旁边，伸手解下了他腰间那条不起眼的腰带。陈胖球愣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不对，你小子的眼光毒得很，你看上的绝对是好东西。他凑过来一看，只见腰带中间镶嵌着一颗暗红色的像干瘪果实一样的东西，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药香。陈胖球鼻子抽动了2下，突然脸色大变，惊呼出声：天哪，这是麒麟结！什么麒麟结？吴三省等人也围了过来，一个个眼睛都直了。麒麟结，传说中能解百毒的圣药，吃下去能让人百毒不侵，效果维持数十年，这可是无价之宝，比什么金银财宝都珍贵的多。这么大一块，起码有1000年份了。陈胖球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看着你。阿莫，你这眼睛是什么做的？我们光顾着看面具，你居然盯上了裤腰带。你淡定的把麒麟结收好，这东西虽然对你没用，你的麒麟本源更强，但系统大概率能融合它。行了，别眼红了，那是阿莫的本事。吴三省虽然也眼馋，但还是压下了众人的心思，指着树上的青铜棺椁，先干正事。潘大勇、赵大奎，上去看看。潘大勇和赵大奎顺着
着锁链爬到青铜棺椁旁边。三爷，这棺材上有字。潘大勇喊道。吴小邪爬上去看了看，脸色变得古怪起来，声音有些发颤。这上面写着，这棺椁里有长生不老丹，吃了就能永生，长生不老。所有人呼吸都急促起来，这么重要的秘密，居然直接刻在棺材面上。你冷笑一声，吴三省和你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墓主是故意想让人开棺，